守卫地球联合军的可靠之盾，身影遍布宇宙各个战场的小舰艇，机动战士高达 SEED 设定解说。德雷克级宇宙护卫舰是地球联合军大量装备的一款宇宙型作战舰艇，该型舰艇的整体长度为130米，其尺寸和作战定位都跟水面舰艇的护卫舰相一致，因此地球联合军一开始便参照海军的作战模式，让德雷克级承担了大型作战舰艇的护航任务，因而德雷克级在舰队当中的位置通常会处于最外围的这个范围，与主力舰艇保持一定距离进行协同作战，这样德雷克级就能为整个舰队发挥警戒和锁敌作用，以防敌方的突击力量突破舰队防御圈，从而避免敌方突击力量对己方核心单位造成巨大威胁。为此，德雷克级的武装大多都集中在了用于进行防卫上，其中在德雷克级舰体的周围共布置了3座75毫米口径的近防火神炮，该炮射速很高且威力十足，能够有效击破对手机动战士金恩的装甲。不过仅凭这3座近防火神炮提供的防卫能力并不足够，所以在舰体左右两侧还设置了4座10连装导弹发射装置，以此进一步加强德雷克级的火力打击能力。不过金恩的机动速度很快且反击能力很强，使德雷克级的防卫能力在面对金恩时表现得很不理想，加上德雷克级的防护水平较为薄弱，很难在近距离的范围内防御金恩的打击，其战场生存能力表现十分低下，使得地球联合军每场战斗的最终结果，德雷克级的损失数量总是占据着相当醒目的位置，而剩下的武装就是在舰体前沿两侧位置安装了6组鱼雷发射具，来用于打击舰艇和要塞之类的大型目标，不过有效攻击距离比较短，在战斗中不太有机会能攻击对方的大型目标，加上自身也没有安装光束炮，一旦前出非常容易先被对方的远程火力击破，所以当要对大型目标发起攻击时，德雷克级通常都是伴随大型舰艇一起攻击，唯一能够有效利用的攻击手段，那就是在德雷克级上还携带有4架 MA 莫比乌斯，可以看到在后部推进剂储罐的位置，4架莫比乌斯是以外挂的方式固定在德雷克级上，当进入到战斗状态时，这4架莫比乌斯便脱离德雷克级出击作战。虽然搭载的方式比较简单粗暴，但有利于体积较小的德雷克级提升搭载 MA 的数量，这样就能组成编队与德雷克级进行协同作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搭载莫比乌斯后的德雷克级拥有了小型空母的作战能力。遗憾的是，莫比乌斯的性能跟金恩相比存在有较大差距，不但与德雷克级协同作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反而在多场战斗中被对手碾压，导致结果损失惨重，让德雷克级这样一个小而全的作战模式没了用武之地。这在 CA71 年2月13日爆发的近地轨道之战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地球联合军第8轨道舰队为了掩护大天使号空降地球，便在开战前设置了多层防御圈来防御扎夫特的进攻。然而战役一开始仅只过了6分钟，由4架高达率领的扎夫特机动战士部队就将外围的德雷克级和纳尔逊级组成的编队全部歼灭。整个突袭过程如入无人之境，让地球联合军毫无抵抗能力，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扎夫特就突袭到了大天使号所在的位置。但好在大天使号临时派出强袭高达和莫比乌斯零式进行反击，这才阻止了扎夫特的进攻气势，从而保住了大天使号顺利空降地球，没有让第8轨道舰队的牺牲就此白费。尽管德雷克级有在设计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提升生存能力，比如用于停放莫比乌斯的推进剂储罐，也是以外挂的方式附在德雷克级的船体上，如果遭到攻击，这个推进剂储罐就会立即抛弃，以此避免发生爆炸后被波及。但是这些措施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极其的有限。而面对扎夫特机动战士金恩实实在在的威胁，地球联合军需要发展新型装备才能改变当前处于劣势的局面。为此，地球联合军也跟进扎夫特发展了机动战士。很快，在第1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后期，经过调整改进的量产型机动战士强袭短舰开始逐步代替莫比乌斯进入到地球联合军中服役。于是德雷克级也改搭载了机动战士进行作战。由于莫比乌斯的保有量比较大，所以这场战役开始时，仍有相当数量的莫比乌斯与强袭短舰一起战斗，直到战役结束以后才全部退出现役。这之后，鉴于 MS 和 MA 在尺寸和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地球联合军便对德雷克级进行了升级改进。其主要改进的地方就是对内部进行了改造，来增加容纳机动战士的空间，直接取代原来外挂搭载机动战士这一方式。
所搭载的数量则仍为4架不变。但德雷克级船体小，使得内部可利用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采取了以横放的方式来存放机动战士。这个跟阿伽门农级宇宙母舰采用加高的方式产生了较大区别。由于德雷克级的内部空间过于狭小，还特别增加机械臂，以便对机动战士进行出击和回收作业。同时在两侧10连装导弹发射装置上均安装了一个弹射轨道，用于放飞机动战士。只要机械臂将机动战士放到弹射器的轨道上，就能满足机动战士快速出击作战的需要。基本上在完成了以上这些改进后，德雷克级实质上就完成了从宇宙护卫舰向宇宙母舰的彻底转变，其作战能力的体现也就集中在了搭载的机动战士上，因而自身的武装继续原来的配置，没有做出改变。尽管自身的防护水平仍经不起扎夫特机动战士的攻击，但在有了新型机动战士和 MA 之后，地球联合军的宇宙舰队从此就有了主动攻击的能力，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交战就自己先处于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可以说，那个总是被动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之后，地球联合军为了守住第一光束偏转中继空间站，特别准备了一批德雷克级用于执行防卫任务。为此，这批德雷克级拆掉了原底下位置的近防火神炮，改安装了一座大型阳电子光束盾，以此来防卫第一中继空间站而不被扎夫特的远程火力摧毁。尽管成功守住了第一中继空间站，使扎夫特久攻不下，但是扎夫特做出了调整，让途中的密涅瓦号改去奇袭月面上的戴达罗斯基地，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夺取镇魂曲的发射基地。最终扎夫特奇袭成功，从而结束了这场战役。接着时间进入到 CA75 年，地球联合军再次对德雷克级进行了改进，除去造型上有多处细微的变化之外，原先这几处的近防火神炮进行了更换。更换后的武装从外形看上去应该不是近防用的武装，而是加强远距离对舰攻击用的光束炮，并且在舰首这个位置还多了个突出的部分，这个部分有可能是辅助德雷克级进行远距离攻击的观瞄设备。接着是在舰桥后方这个位置增加了一座近防火神炮，作用是填补原德雷克级后方射角的空缺。然后是舰体前沿两侧的鱼雷发射具，从圆柱状的发射管改成了箱装的结构，其内置的鱼雷应该跟原来的一样，没有做出改变。最后是左右4个导弹发射装置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原来10个相同口径的导弹发射口变成了8个小口径加2个大口径的发射口。除了武装有所调整之外，德雷克级舰桥顶上的电子设备也进行了更改。跟原来的相比，新的雷达设备去掉了雷达罩，改用了2侧带有天线的雷达设备，同时在雷达旁边还增加了几根通讯用的天线，以此来进一步增强德雷克级的通讯能力。而上一次改进后搭载机动战士的功能，在新的德雷克级上继续沿用，没有做出改变。至此，从以上改进措施可以看出，再次改进后的德雷克级除了整体的性能得到提升之外，其作战职能从防卫转向了攻击方向。跟最早宇宙护卫舰的定位相比，现在的德雷克级为适应战争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区别。虽然随后在与 Foundation 王国的战争当中，德雷克级并没有什么比较起眼的战斗表现，但在多年战争的检验下，德雷克级已经是地球联合军手中最成熟适用的宇宙舰艇之一。预计以后的战争仍有属于它的位置继续发挥作用。